怎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原本他们以为那吊坠本来就是一开始的模样，可现在的变化却让他们意识到吊坠会产生新的变化。只是为何会这样，他们十分不解。是不是因为有人掌控了傀儡大军，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变化？虽说这些傀儡大军乃是800年前那位客人打造的，可毕竟也是用了这位大人的力量打造而成。眼下有人掌控了这傀儡大军，也就等于掌控了这位大人的力量，所以这位大人身上的吊坠才会有了更加明显的反应。有妖灵族族人猜测到，倒是有这种可能。对于这种猜测，妖灵族的许多人倒是表示赞同。而与此同时，楚风也在观察，只是他也看不出为何会有这种变化。于是他看向了妖灵族族长：前辈、晚辈有一事想问，不知前辈可否方便告知？楚风询问道：这位少侠，您请问。妖灵族族长此时对楚风的态度的确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就与对王玉贤一样，非常的客气且友善。我知道这傀儡大军乃是800年前一位来到妖灵族的客人打造的，但那位客人也是利用数万年前那位大人留下的力量打造的。傀儡大军虽在，可是却没有见到那位大人留下的力量。晚辈是想见一见那位大人留下的力量。当然，毕竟那力量是那位大人留给妖灵族的，若是前辈觉得不妥，晚辈也绝无怨言。楚风说道：少侠，那位大人留下的力量在800年前那位客人打造之后就消失不见了。根据那位客人所言，那力量已是与傀儡大军融为一体，待到有缘人来到，便可将那力量从傀儡大军之中剥离而出。话说回来，少侠与王姑娘既已经掌控傀儡大军，难道感受不到那力量吗？妖灵族族长问道。乐乐，你能感受到吗？楚风看向王玉贤，感受不到，只能感受到傀儡大军的力量，但是感受的也是有限。就比如那些傀儡适合修为，我都感受不到，就别说那位大人留下的力量了。我若没猜错，楚风也是一样的吧？王玉贤说话间指向了那些之前无法确定修为的傀儡。本来他与楚风觉得，只要掌控傀儡大军，便能感受到这傀儡的修为。可是令他意外的，哪怕掌控了傀儡大军，可却仍然不清楚那些傀儡的具体修为。我也感受不到。楚风摇了摇头，随后看向妖灵族族长：前辈，800年前那位客人是可信之人吗？楚风问道。那位客人帮助过我妖灵族，算是有恩于我妖灵族，但要说是否可信，我也不敢说。少侠，你为何这样问？难道你觉得是那位客人已经将那力量拿走了？他是欺骗了我们？妖灵族族长问道。实不相瞒，我觉得这可能性非常之大。楚风说道。听到这里，妖灵族众族人再也不淡定了。那位大人所留下的力量，可是妖灵族的希望。妖灵族一直也指望着日后妖灵族内出现天才，可以掌控那力量，重振妖灵族的雄风呢。倘若那力量真的被800年前那位客人拿走了，那他妖灵族也就等于失去了重振妖灵族的希望。这简直是晴天霹雳！真的没有吗？会不会是隐藏的太深，你们还未发现？妖灵族族长问道。就连他也是变得不淡定了，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我们虽然掌控了傀儡大军，但却并未彻底掌控。若是那力量隐藏的深，我们发现不了也是正常。前辈，您放心，我们只是借用傀儡大军。若是此战能够取胜，我们会将傀儡大军送回来。我不确定800年前那位客人是否将那力量拿走了，但我可以保证，只要傀儡健在，我们也健在。我一定会将傀儡大军物归原主。楚风保证道。少侠，有你这番话就足够了。我也恭祝你们战胜东域的叛徒，战胜那些外来的入侵者。不过少侠、王姑娘，你们好不容易来到我妖灵族，若不急着走，不妨多逗留些日子，也好让我们将功补过，好好补偿一下之前的无礼。妖灵族族长说道。可还不待楚风回答，妖城的暗中传音却映入了楚风耳帘。楚风，我们还是抓紧去找司马相图吧，毕竟你师尊和九魂天和众生的安危可都掌握在司马相图的手中。而其实不用妖城提醒，楚风也知道现在的情况，所以楚风也是表态，他们现在就要离开。妖灵族族长也没有劝阻，反而是率领妖灵族众族人恭送楚风等人。当外面等候的道海仙姑等人看到楚风与王玉贤率领傀儡大军以及妖灵族众族人出来之后，他们也是知道楚风二人成功了。而后在赶往九魂圣族的途中，他们也是得知具体经过。得知经过之后，怨神婆婆、道海仙姑以及笑笑公主三人更是对楚风和王玉贤夸赞不断。尤其是道海仙姑，可以说是开心的合不拢嘴。她平日里可不是这么爱笑的人，之所以如此高兴，乃是她觉得她的预言成真。毕竟这傀儡大军实力如此强大，她觉得这次九魂天河的大劫必然可以解。这种情况下，原本紧张的氛围也是变得轻松了不少。可是向来话多的楚风，自从离开妖灵族之后，这一路上都没有怎么说话，沉默的有些不正常，就连脸色也是颇为凝重，就好像是在担忧着什么一样。楚风，你怎么看上去好像有心事？王玉贤来到楚风身旁，关切地询问道。乐乐，你应该也感觉到了吧？楚风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对王玉贤问道。感觉到什么？而王玉贤则是有些茫然。我们并没有真正掌控傀儡大军，我不知道你，但是我目前对傀儡大军的掌控也就1成左右。楚风说道。1成，我倒也是感觉到对这傀儡大军的掌控力不足，但是无法判断掌控了多少。你是如何判断出你只掌握了1成的？王玉贤问道。而楚风也是将自己的判断有理有据地说了出来。傀儡大军实力强大，可楚风却因没有完全掌控傀儡大军而感到担忧。毕竟这样强大的傀儡大军，若是真的失控，倒霉的可就不止对手，也可能是他们自己。就像数万年前妖灵族的遭遇，虽说妖灵族不对在先，可若是他们彻底掌控傀儡大军，也就不会发生傀儡大军失控对他们进行屠戮这种事。所以楚风一直在思索，要如何才能对傀儡大军的掌控更多。而这思索的重点并非是傀儡大军，而是自己所破的阵法以及掌心的兵符。经过楚风观察，
只从兵符的角度观察，确实观察不出什么。可是回想起自己破阵的经历，楚风却是发现了端倪。那阵法之中看似危险的网，实际上交汇成了一种密阵，而那密阵与兵符是相连的。这所谓密阵与武技很像，只是领悟难得较高。根据楚风的经验，随着对密阵领悟的加强，他掌心兵符的力量也会增强。那个时候对傀儡大军的掌控力自然也会变强。我的破阵方式和你的不同，我的简单的多。我并没有发现这种线索，也有可能有，但是我没有领悟到。不过楚风，你真的能够增强对这傀儡大军的掌控力吗？王玉贤问道。虽然破阵时间匆忙，可脑海中也有那密阵的印象，若是给我足够时间，应该可以。只是不知道司马相图会不会给我这个时间。不管了，我先试一试，能多掌握一成便多掌握一成。楚风说完这句话后，便闭上双眼，全神贯注地去回想由那些黑色蜘蛛网组成的密阵，想要从其中领悟更多。虽说大家对楚风都非常相信，也明白楚风在担心什么，可是他们在远古传送阵内前行的速度却并未减缓。就像楚风说的，他有没有足够的时间，还要看司马相图。若是司马相图真的准备就绪，必然就会大开杀戒。那个时候，无论是否彻底掌控了傀儡大军，楚风他们都必须要对司马相图他们发起进攻。对于楚风等人的情况，丹道仙宗的人可并不清楚。在九魂圣族中一座繁华的宫殿外，站立着几名丹道仙宗的人，他们现在已经不再隐藏，而是直接摊牌，表明了他们就是司马相图的靠山，因此他们也成为了九魂圣族真正的主宰。连九魂圣族的人看到他们都必须施以跪拜大礼，而但凡是他们所占据的地方，九魂圣族的人都必须绕着走，连靠近都是不敢。可忽然一道身影从天而降，刚好落在了这宫殿的大门处。那是一名年轻的男子。这名男子皮肤黝黑，长相其实很普通，可却男子气概十足，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不可一世却又令人畏惧的气息。看到这名男子，就连高高在上的丹道仙宗之人也是面露喜色，但同时却是施以跪拜大礼，因为此人便是江空平的亲哥哥江元泰。和江空平不同的是，江元泰并不贪图玩乐，反而痴心修炼的同时，也擅长处理族内事务，深得其父亲器重。因此在丹道仙宗这些人的心中，江元泰也更受认可。江元泰也不理会这些人，落地之后走上门前，抬腿一脚便将这殿门踹开。进入宫殿之后，直奔寝殿，抬腿又是一脚，寝殿的大门也被其踹开。他妈的，谁敢打扰本少爷休息？这一脚之下，寝殿内也是传来一声怒喝。只见江空平赤着身躯从大床之上猛然站了起来，而在这大床之上，除了他之外，还有两个赤着身躯的身影，只是那并非女子，而是两名九魂圣族的男子。江空平有着特殊的爱好，而九魂圣族的男子本就长相出众，所以这些日子江空平可谓玩得不亦乐乎。而在其玩乐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被人打扰，所以现在的他何止火冒三丈，甚至都起了杀心。只是当他看到那站在寝殿门口的人之后，脸上的怒容不仅立刻消散，取而代之的反而是浓郁的恐惧。滚，快给本少爷滚蛋！于是江空平一脚一个将自己床上的两名九魂圣族男子直接踢了出去，随后更是赶忙穿好衣衫，笑嘻嘻地走到了江元泰的身前。哥，你啥时候来的？父亲他也回来了吗？江空平满脸堆笑，但却也难掩他的不安和害怕。可以看得出来，他很怕自己的这位哥哥。江元泰倒也没有对江空平如何，而是坐在了寝殿休息的椅子上，顺手端起了一杯茶，一边饮茶一边开口：空平，你什么时候才能收心？你的天赋如此出众，若是一直这般，那浪费不是父亲对你的期望，而是你自己的天赋。江元泰的语气并非责怪，而是恨铁不成钢。哥，你还不知道我吗？我其实也有努力修炼，只是我的修炼方法与你不同，我是劳逸结合，该练练，该玩玩。哥，你千万别告诉父亲啊！江空平上前说道。放心吧，这次父亲大人没有来，但是我回来确实要告诉你一件事。江元泰说道。什么事？江空平问道。浩瀚修武界有大事发生了。江元泰说道。大事？什么大事？听闻此话，江空平也是燃起了好奇之心，用这个向七界天河的方向看。江元泰说话间拿出了一颗椭圆形的石头，那乍一看像是一颗普通石头，可若仔细一看，那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阵法，并且阵法十分精妙。若是联合阵法再看，这颗石头更像是一只眼睛。哇擦，观天神石，这好东西父亲都给你了。接过这块石头，江空平也是爱不释手。虽说生在大家族，他的资源向来丰厚，可是这观天神石的稀有程度却是连他也是第一次亲手触碰。少废话，你会用这东西吧？江元泰问道。会用，我见父亲用过，将自己的武力融入其中，便能看到完整的浩瀚修武界布局图，然后用意念锁定在自己想看的地方，哪怕隔着浩瀚星空，也可以看到大概的情况。江空平说道。会用就直接用，按我说的向七界天河看，不要看具体的事件，而是看整个七界天河。江元泰说道。好，嘿嘿，让我来亲自感受一下这观天神石是否如传说一般。江空平嘿嘿一笑，随后便通过那观天神石向七界天河的方向看了过去。我的乖乖，那他娘的什么东西啊？而这一看不要紧，先前还嬉皮笑脸的江空平脸上已是变得无比震惊。七界天河乃是整个浩瀚修武界较为庞大的天河之一，其中每一个世界都是一颗星辰，而七界天河因世界太多，也是星辰璀璨，想从那无数星辰之中找到自己想找的世界，可并不容易。可是现在映入他眼帘的却是一物，那是一个巨大无比的虚影。之所以说它是虚影，是因为它是半透明的状态，如灵魂体一般，它似人非人，似兽非兽，但只是看到它的样子，
便给人一种无比强大的压迫感，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压迫感，但它并非是生命体。而之所以让江空平如此震惊，乃是因为它实在太过巨大，它巨大到上万颗星辰世界汇集到一起，都未必有它巨大，巨大到在那星光璀璨的七界天河之中一目了然，巨大到那一个个可以容纳数亿万生灵的世界，在他面前也是渺小不堪。尽管满脸惊容，内心也受到了不小的惊吓，可江空平的目光却一直在那巨大的虚影之上移动。他认真观察，明显是想从中观察出些什么，哪怕那紧锁的目光已经说明了他其实什么都看不出来，可他却也没有放弃，直到手中的观天神石力量消散，其眼前的一切也是随之消散，他才将目光投向身旁的江元泰。哥，太震撼了，那究竟是什么？江空平此时虽然脸色有些惨白，惊吓仍未散去，可他却也异常兴奋。他知道江元泰没骗他，浩瀚修武界的确是有大事发生了，而这样的大事件前所未有，也让他无比兴奋和期待。空平，你真不知此物预示着什么？可看着这样的江空平，江元泰却是剑眉倒竖，眼中露出明显的不悦。我当然不知道啊！江空平眼睛发直，他是真的想了一下，但也是真的没有想到，这就是你贪图玩乐的下场，居然连这件事都忘了。江元泰摇头叹息，哥，这玩意到底是啥？别卖关子了，求求你了，你就告诉我吧。江空平催促道。大约3万年前，位于七界天河的一座太古遗迹内，发现了一块来自太古时期的石碑。石碑原本空白，可所有人都能感觉到那石碑蕴藏无上力量，乃是无价之宝。只是那石碑却无法撼动。为了弄清楚那石碑，当时整个浩瀚修武界的所有高手都汇集于那石碑之前，想要合力解开那石碑之谜。江元泰话还未说完，江空平便一拍脑袋，恍然大悟：哥，我想起来了，父亲和我说过的，那其实不是至宝，而是来自太古时期的一块预言之物，而且后面那上面浮现出了太古时期的字体。江空平抢着说道：对，正是那个预言。见江空平记起这件事，江元泰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等一下哥，可江空平却再度开口，随后笑嘻嘻地说道：那石碑上的写的内容是啥来着？父亲大人不是告诉你了？江元泰诧异地问道。我忘了。听到此话，江元泰气得恨不得抽自己这弟弟一巴掌。哥，我错了，我当时觉得太扯了，就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但是我已经知错了。哥，你再告诉我吧。江空平抱拳祈求。江元泰狠狠地瞪了江空平一眼，可却还是继续讲述起来。那块预言石碑上面浮现了4行太古字体，经过破译，也是得知了上面的内容。那内容便是：修炼意图，代代因好数不尽，岁月残时，青史留名无几人。倘若有朝，浩瀚星辰现巨象，100年之内必有天骄封真神。话落之后，江元泰看向江空平，目光另含他意，可江空平却眉头紧皱，一番思索之后，还是看向江元泰。哥，这具体是啥意思？这么简单你都不懂，你就不能多动动脑子？江元泰怒斥道。哥，你知道的，我修炼天赋不错，但是动脑子的事情我不擅长啊。江空平委屈地说道。真是拿你没办法。那预言的内容其实是在说，修武一途出现过无数强者，可那些强者也终将被时间淹没，不值一提。但也总有一些顶尖人物是能够青史留名，被后人所记住的。但那其实并不重要，因为真正的强者出现之时，上天会给出预示。当那预示出现之后，100年之内将乾坤震荡，天才辈出，将有无数天才涌现。而在这些天才之中，将有一位天之骄子，他会成为修武一途历代以来最强存在。虽是短短100年，可这100年却将是历史长河，绝无仅有的时代。他将颠覆一切，世人称他神之时代。江元泰说道。哥，所以说那巨大的虚影便是预言中的预示。江空平说道。对，巨象已现，预示着神之时代已然开启。空平，这就是我特意来找你的原因。你天赋极佳，若是努力修炼，是有机会成为那个天骄的。江元泰说道。哥，我虽也是小辈，可巨象刚刚出现，也就等于说神之时代刚刚开启，就算有天骄出现，那也必然是今后的事情，必然不是我呀。江空平说道。这你就不懂了，预言只是说神之时代开启之后会有天骄出世，但却并未说一定就是神之时代开启后诞生的人才有这个机会，甚至未必只是小辈，哪怕老一辈也有可能是这个天骄。所以我们这100年之内所有人都有机会，但众所周知，当今时代的小辈天赋极为逆天，其他时期的小辈远无法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辈相比。之前就有人猜测，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辈天赋如此卓越，搞不好我们这个时代就是神之时代。而现在巨象已现，更是让这种猜测变得可靠。所以神之时代之中，最有机会成为天骄之人，还是众小辈之中的人物。空平，切勿错过这个机会。话到此处，江元泰拍了拍江空平的肩膀，眼中更是满怀期望。哥，老一辈就不说了，也不说今后诞生之子，就说当今小辈，那比我强的也大把人在，就算我努力也没有机会。如果真说当今小辈之中会有人成为天骄，那我觉得那个人必然是仙海少羽。江空平说道。而听闻这4个字，江元泰也是神色一滞，目光随之变得复杂。他身为图腾天河之人，又岂会不知仙海少羽？那位仙海鱼族的少主，乃是当今浩瀚修武界公认的最强天才之一，而在图腾天河更是毋庸置疑的最强天才。甚至浩瀚修武界有一个说法，当今时代天才辈出，可天才分为2种，一种是仙海少羽，另一种则是其他人。江元泰至今记得当年那一场震动整个图腾天河的比斗盛会，那次盛会是要决出最强天才之名的，因此天才汇聚，群星璀璨，
图腾天河最顶尖的天才金属道奇无意缺席，哪怕江元泰这种人物，也只能台下观看，连登台的资格都没有。最终，那将诸多天才斩于马下，夺得最强天才名号者，也可谓是众望所归。此人便是图腾天河霸主级势力图腾龙族的少主龙成宇。龙成宇出生之时携异象临世，而那异象之强，震动整个图腾天河，对于图腾龙族而言，也是前所未有。后面的龙成宇的成长轨迹可谓步步逆天，在图腾天河内缔造无数神话。可就在龙成宇众望所归，夺得图腾天河最强天才名号之际，却杀出了一个人。此人口气十分狂妄，他说龙成宇擅闯仙海天河，并且斩断了他哥哥的右臂，今日他就是来复仇的。可他给图腾龙族一个面子，也不难为龙成宇，只要斩断龙成宇的右臂即可。话落之后，此人便登上了比斗台，那可是唯有小辈可以踏上的比斗台。原本人们觉得此人是自取其辱，毕竟龙成宇可是刚刚以绝对的优势夺下了最强小辈的称号。可是偏偏那个人真的击败了龙成宇，且当众斩下了龙成宇的右臂。最重要的是，当众伤了图腾龙族少主，他竟可全身而退，就那样扬长而去。此事震动整个图腾天河，而那个人便是仙海鱼族的少主仙海少羽。仙海少羽当年有多威风，江元泰可谓是亲眼见证。哪怕至今回想起那一幕，他仍感觉心头一震，汗毛竖起。那便是北域最强天才的威势，在他面前，所有天才都变得黯淡无光。因此，真的回想起仙海少羽的恐怖，恐怕他的弟弟江空平也的确难以追赶。空平啊，这是神之时代，就算你不是那天骄，可也该有你一席之地。而父亲大人现在的境地，你是清楚的。我们皆是被丹道仙宗驱逐出来的人，我的天赋有限，就算再努力也是没用。能让父亲大人扬眉吐气的，就只有你了。江元泰对江空平劝道：“我其实知道的哥，那所谓天骄，我自觉得没戏；而神之时代的一席之地，我其实也没有兴趣。但是我一定会让丹道仙宗明白，将我们驱逐出来是他们的错误。”话到此处，江空平的眼中也是少见的涌现出了一抹决意。而看着江空平眼中的决意，江元泰脸上也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000。可忽然之间，江元泰右手的袖子中传来一阵铃声。见状，江元泰赶忙撸开袖子，只见他的手腕上戴着一个手环，而手环上面则分别镶嵌着一颗蓝色的宝石，还有一个锈迹斑斑的铜铃。眼下那铜铃无风自动，伴随他的摇晃，那铃声也是越来越强。怎么会这样？见此情形，江元泰眉头微皱，脸上竟露出一抹浓郁的不安。哥，这是啥东西？江空平赶忙追问。他很少在江元泰的脸上看到这样的表情，这让他意识到这铃铛的响起可能是一种不祥之兆。这是父亲大人位于七界天河的老朋友摘星道长给我的。江元泰说道。摘星道长是那个界灵仙王的弟子？江空平问道。对，正是他。江元泰点头道。我听闻此人精通预言之术，此物该不会是预言之物吧？江空平看着江元泰手上的手环说道。正是预言之物，父亲因有要事不能来这里，便让摘星道长帮忙预言，我们此次能否成功？摘星道长便将这手环给了我，他说待的时机成熟，手环会给予我提示，若是宝石亮起，说明我们此次会非常顺利，能够得到传说中的魂之物焰；可若是铃铛响起，那便说明我们此次无法顺利得到魂之物焰，并且叫我们立刻离开这里。江元泰说道。不会吧？难道此事如此凶险？江空平半信半疑。摘星道长预言之术极其精湛，看来我们必须做出打算了。江元泰看着手上不断摇晃的铜铃，眼中忧色越来越浓。可忽然，那铜铃出现裂痕，且裂痕越来越多。没过多久，砰的一声，那铜铃竟碎裂开来，化作无数碎片。可偏偏那碎片漂浮而起，且闪烁微微光滑，碎片散开，飘在半空，如同镜面一般，并且上面居然浮现出了2道身影。第一道身影乃是江元泰。江元泰倒卧在地，且身负重创，而在他的身前则是站着一个人。此人不仅用剑指着江元泰，更是用脚踏在江元泰的胸口，力道之狠，直接踏入了其胸口之中，那俨然就是胜利者的姿态。看到这样的景象，江元泰的脸色都绿了，但他的目光仍是锁定在那碎片映射出的身影之上。他想知道是何人将他击败。起初这个身影较为模糊，可很快便浮现出了清晰容貌。楚风。看着镜面中的身影，江空平脱口而出：楚风，他就是那个将你击败的楚风。江元泰问道：哥，你听说了？江空平有些惭愧地说道：当然听说了，东域遍地废柴，可竟有人能击败你，且将你挟持。江元泰叹道：那个楚风的确厉害，掌握的手段非常变态，莫说是我8品武尊他也可以轻易击败，恐怕唯有9品武尊能与其一战。只是那铜铃破碎之后，为何会浮现这样一幕？该不会是预示着你与他会有一战吧？难道说连你也无法胜他？江空平看向江元泰，眼中有着一抹担忧，因为他清楚江元泰的实力。正常来说，江元泰是我不会败给楚风才对。摘星道长说过，若是铜铃碎裂，会浮现出阻挡我们的人，只是我没有想到，这阻挡我们的人会是一个来自东域的小辈。此时，那碎裂的铜铃已经飘散而去，可江元泰却仍盯着刚刚铜铃飘动的方向，眼中充斥着不服。哥，那我们要不要将此事告诉江太白，让他来做决断？我们究竟是走还是留？江空平问道。不必，若是这铜铃上面浮现出其他人倒也罢了，但若是这个楚风，有何可惧？莫说还有江太白他们坐镇，就算是我自己也可以轻松胜他。这个楚风，就算他不出现，我也要找到他。为兄要替你复仇。江元泰说话间都能感受到他的决意。很显然，这样的预言让他无法接受，甚至觉得自己受辱。他
很想证明自己。而看着这样的江元泰，江空平则是忽然笑了：“哥，你又不相信这预言了？刚刚不还是说摘星道长预言很准吗？”江空平笑嘻嘻地问道。因为他本身就不太相信预言这种事情，反倒是江元泰是比较相信的。摘星道长的预言的确很准，但也有失误的时候，而只是一个区手环，并非他本人功力，且又延迟这么久才给出预言。很显然，这一次摘星道长的预言是错误的，因为我绝对不会败给这个楚风。江元泰十分自信，而他不知道的是，在九魂圣族领土内，伴随远古传送阵的结界门开启，楚风与王玉贤等人已是重返此地，只是在他们的身后却多出了无数道巨大的身影，如侍卫一般，在他们身后整齐而立，那正是楚风他们从妖灵族带来的傀儡大军。楚风等人再度回到了九魂圣族领的，已是具有极强的战力，但实际上他们皆是隐藏状态，只有他们自己看得到这样的阵仗，外人是看不到的。你们先在这里等我，我去打探一下情况。若是司马相图尚未准备完毕，楚风就继续尝试掌控傀儡大军，但若是已来不及，我们就只能主动出击了。妖城对楚风等人说道。话罢，他便直接动身了。只有他一个人去了，因为妖城有特殊的隐秘手段，所以他去是最安全的。这是他们来时就已经谈好了的事情。而很快妖城便回来了，只是他回来时候的脸色并不好看。前辈，难道他们已经开始了？看到妖城这样的脸色，就连楚风都不淡定了，毕竟这可关乎着牛鼻子的安危。其他人的死活楚风可以不管，但牛鼻子他可不能不管。倒是还没有开始炼化，可单到仙宗的仙人鼎已经准备就绪了，恐怕不能再等了。妖城说道。既然如此，那就直接出发吧，反正傀儡大军实力如此之强，就算没有彻底掌控，胜算也是极大。道海仙姑说道。楚风，王玉贤看向楚风，虽说他也是傀儡大军的掌控者，可他更愿意听从楚风的话，先过去暗中潜伏，待到他们真的动手了，咱们再出手。楚风说道。好，就这样定了。决定之后，楚风一行人便立刻动身，带着傀儡大军浩浩荡荡地前往了九魂圣族。只是虽然傀儡大军数量很多，可因为隐藏状态，一路上倒也无人发现。而如今的九魂圣族已经被结界封锁，凡是进入的人都无法出来，但那结界乃是透明的，所以哪怕在外面，却也能够看到里面的情况。如今汇集在九魂圣族的人更多了，但相比于那些修武者，楚风等人的目光却都被一个庞然大物所吸引。一尊长达几万米的巨鼎悬浮在九魂圣族的上空，此鼎光芒流转，一看就是无上至宝，毋庸置疑，此物便是丹道仙宗的宝物仙人鼎。司马相图就是准备用这仙人鼎将九魂天河内的众多修武者活生生的炼化掉，并且隔着遥远虚空，楚风还能在那仙人鼎的上方看到一道身影，那个人正是司马相图。看到司马相图，楚风心中的怒火蹭的一下就窜了上来，可他还是强忍着怒火，因为他知道现在还不是出手的时候。司马相图站在仙人鼎上方，悬空而立，在此巨物面前，他的区人族的身影当真宛如一粒尘埃一般渺小，可他的眼中却满是野心。忽然一道身影出现在了司马相图身旁，此人乃是姜太白。司马相图，仙人鼎，我族人已顺利帮你开启，但催动此鼎需要极大的力量。我早就跟你说过，我可以帮你开启此鼎，但催动此鼎要靠你自己。姜太白对司马相图说道。大人放心，我自有办法。司马相图说道。自有办法？此鼎已然开启，如今已是过去2日时间，你只剩下不到20日的时间，倘若时间过了，你还没有催动，那也就没机会了。而我丹道仙宗绝对不会帮你开启第二次，所以无论你是否达到目的，我们丹道仙宗该事情已经做完，你必须帮我们找到魂之物焰。姜太白说道。而听闻此话，司马相图则是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大人，其实你如此关心，是想知道我到底有何力量能够催动这仙人鼎吧？司马相图说道。当然，仙人鼎就在这里，你能感觉到催动它需要多强的力量？恕我直言，我并不觉得你有这股力量，如若不然，你也便不需借助我丹道仙宗的力量了。姜太白说道。大人，那也恕我直言，若是大人想见识，我现在就可以让你见识一下我到底具备怎样的力量。司马相图说道。听闻此话，姜太白的脸色忽然变了，他发现此时的司马相图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虽仍是一口一个大人对他称呼，可是司马相图无论神态还是气势都与之前不同了。而就在姜太白那诧异的目光下，司马相图则是再度将那囚禁牛鼻子老道等人的牢笼取了出来。牢笼打开，司马相图直接将牛鼻子老道拽了出来，手持兵刃对着牛鼻子老道就是一刀，直接洞穿了牛鼻子老道的脖颈，虽不致命，可刀入脖颈，那场面极为残忍。可突然之间，一声巨响传来，封锁九魂圣族的结界竟瞬息之间全部破碎。这一幕惊动了所有人，而顺声观望，在场之人更是大惊。天哪，那是什么？此一时，许多人吓得脸色苍白，甚至有人被吓得瘫倒在地，因为那强大的傀儡大军已是尽数浮现，而他们所散发的气息，莫说九魂天河的人，就连丹道仙宗的众人也是面露惊恐。毕竟那傀儡大军之中，可是有着近千只散发着半神境的气息，所以别看傀儡大军看上去如此简陋，就是一群身材高大的木头人而已，可感受到他们所散发的气息之后，在众人眼中，他们宛如天兵下凡，是可以抹杀一切的可怕存在。楚风，是他们。而很快，人们也注意到了楚风等人。司马相图，楚风恶狠狠地盯着司马相图，正是因为看到了司马相图对自己的师尊出手，所以他才无法容忍，直接率领傀儡大军攻了进来。楚风，谢谢你啊！可司马相图看到楚风率领傀儡大军而来，不仅不慌，反而得意一笑。
看到司马相图这个笑容，楚风心中一紧，那抹笑容让楚风莫名的不安，而下一刻更是脸色大变。他惊愕地发现，他对傀儡大军的掌控力竟然消失了。楚风。与此同时，王玉贤也看向楚风，只是从王玉贤惊慌失措的眼神，楚风就知道，不仅仅是他对傀儡大军的掌控力消失了，王玉贤也同样如此。楚风，妖灵族的故事你们应该都听说了吧？就在此时，司马相图再度开口：“你什么意思？”楚风看向司马相图，他已经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而司马相图微微一笑，随后手腕一转，在他的手中竟然出现了一个兵符。看到那兵符，楚风和王玉贤皆是大惊，他们都知道那兵符代表着什么，那是可以掌控傀儡大军的兵符。但是司马相图手中的兵符却与楚风以及王玉贤的兵符不一样，楚风二人的兵符只是印记，可司马相图的兵符却是真正的兵符。原来他们对傀儡大军掌控力消失，是因为司马相图他的手中竟然有着真正的兵符。很诧异吗？诧异只是因为你们对我不够了解，我到底是谁，不如让妖城来告诉你们。司马相图笑眯眯地说道。而此时楚风才注意到，妖城竟已经不知不觉间来到了司马相图这一边，且站在了司马相图的身旁。楚风，司马相图便是800年前入我妖灵族，打造了这傀儡大军之人。妖城说道。妖城大人，您。看着此时的妖城，王玉贤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他一时之间还无法接受这样的转变。你们离我近一点，虽然也是心惊，可相比于王玉贤，楚风则是暗中传音与王玉贤到海仙姑等人，妖城叛变已是事实，就算再震惊，却也必须接受这件事。眼下傀儡大军的威势还在，但却已不受他们所控，反而他们被傀儡大军的力量控制住了。楚风能够感觉到司马相图对这傀儡大军的掌控力非常的强，就算他仍有可尝试挽回的手段，但是胜算也是非常的低。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选择逃，而傀儡大军如此强大，又将他们团团包围，正常手段根本无法奏效，唯一能够逃脱的方法只有一个，请求神鹿。只是楚风的呼唤却没有得到神鹿的回应。为了拖延时间，楚风看向了妖城和司马相图，所以一开始就都是你们设计好的。我潜入九魂圣族的牢，见到九魂圣族族长之前，就已经被你们发现了。当日让九魂圣族族长陷入昏迷的是你们，操控阵法对我攻击的也是你们，一切都是你们计划好的。妖城当日故意救我，然后向我泄露江空平的位置，表面是帮我，实则是换取我对他的信任，真正的目的是想利用我去妖灵族，将这傀儡大军带过来，然后为你所用。楚风说道。妖城当日救你，的确是我的圈套，让你将傀儡大军带过来，也的确是我的目的。只是空平少爷，你是从何得知他的位置？这我哪里知晓，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空平少爷的位置。所以楚风，今日你栽在这里，乃是你不够聪明，这个时候想耍小聪明，想挑拨离间我与丹道仙宗诸位大人的关系，你问问丹道仙宗的大人们信吗？司马相图否认了妖城将江空平的位置透露给楚风这件事，这也正常，毕竟这件事是对丹道仙宗不利的，若是承认了，丹道仙宗对他必然会有意见。这傀儡大军真的是你打造的？就在此时，王玉贤也是开口了，他有些不愿意相信，在他心中800年前那位进入妖灵族的客人应该十分强大才对，否则怎么可能打造得出如此强大的傀儡大军？而这司马相图虽说是个狡诈之徒，可无论怎么看，他都没有能够打造傀儡大军的实力。王姑娘何必多此疑问？妖城不是已给你答案？司马相图回答之时，脸上还挂着笑容，看得出来，对于打造傀儡大军这件事，他是非常得意，甚至不愿遭到否定的。不可能，既然傀儡大军是你打造的，你为何要多此一举？你为何不直接将傀儡大军召唤出来，反而要让我们去帮你将傀儡大军带出来？王玉贤提出自己的疑问，他觉得这一切都不合常理，因为他根本就带不出来。可还不待司马相图回答，楚风便抢着开口了。听闻此话，王玉贤也十分诧异地看向楚风，虽然大难临头，可他却也很想知道这具体原因。800年前，他利用那位大人的力量打造出了傀儡大军不假，可我若没有猜错，傀儡大军刚刚打造成功，便被那位大人留下的力量封印了。解开那封印的方法便是破开阵法，只是那阵法只有小辈可以踏入，只是这一点便使得司马相图无法为傀儡大军解封。司马相图不想引起妖灵族的怀疑，便谎称那颗解开傀儡大军封印的阵法乃是他打造的，可实际上根本不是他打造的，是当年那位大人留下的力量自动衍生而成的阵法。而随着那小辈阵法衍生而出的，还有那封锁了整个妖灵族的结界。当时的司马相图应该也不知道，那结界门出去之后就无法进入，所以他无意间从妖灵族出去一次之后，便再也无法返回妖灵族，使得他连接触傀儡大军的机会都是没有。但万幸的是，司马相图在妖灵族内却结下了一个愿为他效劳之人，这个人便是妖城。当然，更重要的是，当年那位大人的力量已经被这司马相图拿走。我若没有猜错，那位大人的力量就封存于司马相图手中那兵符之中。只是可惜，司马相图就算有这兵符在手，仍然无法调动傀儡大军，更是无法返回妖灵族。若想调动傀儡大军，就必须有小辈进入妖灵族，破开那封印了傀儡大军的阵法。这些年，司马相图与妖城里应外合，应该没少想过办法。他们必然也是找到了一些优秀的小辈，让那些进入妖灵族，帮他解开那傀儡大军的封印。只是奈何，那些小辈连结界大门那一关都没有进入，就别说接触到傀儡大军了。这也是为何这800年来都没有小辈可以进入妖灵族的原因，不是没有人尝试进入，只是根本无法进入。在无可奈何之下，司马相图才将目标放在了我们的身上。既然他自己找的小辈没有这个能力，他便想利用我们，
来解开那傀儡大军的封印，而偏偏我也是愚蠢，竟真的被他利用，帮啊解开傀儡大军封印，且亲自给他送了过来。楚风将自己的猜测全部说了出来，同时他的脸上也是挂着一抹自嘲。精彩，被骗了之后，老子倒是灵光了不少，居然都被你猜中了。事情就是如此，所以我要谢谢你啊，楚风，你是帮了我的大忙。因为若不是你，我就没办法催动这仙人鼎，也就没办法将你的师尊以及这些九魂天河的废物炼化成我需要的力量了。司马相图一边拍手叫好，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楚风，那目光又是何等的讽刺。听闻此话，楚风眉头紧锁，眼中更是怒火升腾。他是没有想到，原来催动仙人鼎竟然需要借助傀儡大军的力量，也就是说，若是没有这傀儡大军的力量，司马相图根本就无法催动仙人鼎。九魂天河的众位修武者其实也就没有真正的危险，而他竟然成为了司马相图的帮手。怎么样，太白大人，我这力量可否催动仙人鼎？司马相图看向姜太白，脸上布满得意。司马相图，是我小看你了。姜太白再度看向眼前的司马相图，竟也是感觉背脊发寒。那傀儡大军的力量，他能够感受得到，正因感受得到，他才知道司马相图已是不容小觑。大人，别这样说。司马相图笑眯眯的，是还想要说什么？可司马相图话未说完，忽然脸色大变，不仅是他，就连姜太白也是脸色大变，因为傀儡大军中一只3品半神境的傀儡，竟突然一跃而起，手持兵刃向司马相图挥砍而去。司马相图反应过来之际，那只3品半神境的傀儡已是攻到他的近前，若是他的反应再慢片刻，他就将死在那傀儡之手。尽管已经制止了那傀儡对自己的攻势，可司马相图却也是浑身紧绷，手中的兵符更是散发奇异光华。他并未彻底掌控那傀儡，因为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掌控了那傀儡——楚风。司马相图一边尝试夺回那傀儡的掌控权，一边将恶狠狠的目光投向楚风。他能感觉到那催动傀儡向他攻来的人正是楚风，而此时楚风满脸通红，浑身的肌肉紧绷，青筋都露了出来。他正在运用全力来尝试彻底掌控那只傀儡。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正是楚风来时路上从那密阵中所悟来的手段。只可惜时间太短，楚风领悟的时间有限。如若给予楚风足够的时间，就算司马相图是傀儡大军的打造者，就算司马相图手中拥有真正的兵符，可楚风也可以彻底掌控傀儡大军。但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这是楚风最后的手段。在呼唤神鹿无果之下，他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傀儡大军。如若傀儡大军的掌控权争夺失败，最终败给了司马相图，那么恐怕他们今日当真必死无疑。小子，有些本事，居然藏了这么一手。不过你可别忘了，这可是我的兵，是我亲手打造的兵，他们的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你想用他们来杀我，未免异想天开。司马相图的话语之中满是嘲讽之意，可尽管他嘴上说着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但无论此时他挣扎的表情，还是那傀儡大军散发出的波动的气息，都让人们意识到这傀儡大军并非尽在司马相图的掌控。楚风也在掌控傀儡大军。对于司马相图的挑衅，楚风没有回答，他没有时间去理会这些，他需要用自己的全部精力、全部力量来掌握傀儡大军。至于司马相图，表面镇定，其实同样不敢大意，也在用全力来争夺傀儡大军的掌控权。这等情况下，楚风手中的兵符印记以及司马相图手中的兵符同时绽放出光芒。这一刻，莫说那已来到司马相图近前的那只半神境傀儡，几万道傀儡大军的身躯都开始剧烈颤动起来。虽然没有威压，可是他们的气息同时释放之际，也是形成了道道飓风，席卷这方天地。这一刻，浩瀚天地除了那飓风以及傀儡身体发出的声响，竟然就没有了其他声音。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一切，无论是单道仙宗的人，还是被奴役的九魂圣族，以及被困在此处的九魂天河强者们，他们都知道楚风与司马相图在争什么，而那二人争夺的胜负也多半将决定他们的命运。楚风看着此时的楚风，王玉贤想说什么，可其刚刚开口，一只手便按住了他。是道海仙姑，道海仙姑知道这种关键时刻绝对不能打扰到楚风，少有偏差都会对楚风造成影响。可是王玉贤看着此时的楚风，情绪实在无法平稳，他紧咬下唇，双眼也已然红润。一切都是因为楚风。眼下的楚风何止青筋暴起，肌肉的已然撕裂，鲜血不断自身体溢出。王玉贤甚至能够听到楚风骨骼碎裂扭动的声音。楚风这不是拼尽全力，而是在拼命。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楚风对傀儡大军的掌控力其实是不如司马相图的，尤其当司马相图全力以赴之后，楚风更是落入下风。眼下还能坚持，是因为一个人。楚风的目光一直看着牛鼻子，看着那脖梗被洞穿。此时看着如此悲惨的牛鼻子，楚风内心怒火升腾的同时，胜负欲也是变得更强。他知道他绝不能败，他若败了，不仅仅是给他师尊丢了脸，还会让他的师尊，让他的朋友丢了性命。可突然楚风身躯一颤，随后嘴巴一张，一大口鲜血自其口中狂喷而出。不仅仅是嘴巴，那一瞬间鼻子、眼睛、耳朵都有大量鲜血涌出，就连身躯也是如此。若不是王玉贤与笑笑公主上前搀扶，楚风简直连站着的力气都是没有。而下一刻，傀儡大军齐刷刷地将兵刃抬起，随后指向了楚风等人。此时的傀儡大军已不再阵战，恢复了最初的威严，而司马相图的脸上也是露出了胜利的喜悦。再看楚风此时悲惨的模样，不用人说，人们已经知道这胜负如何。最终这场对傀儡大军的争夺，还是司马相图赢了。师尊，抱歉，是弟子无能。楚风低着头，
鲜血不断自其脸上落下，可他却不敢抬头，不敢再看牛鼻子。他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师尊。傻小子，说什么胡话呢？你的表现，师尊看得清楚，你没给为师丢脸，而是在给我长脸。牛鼻子哈哈一笑，不仅没有责怪，反而尽是赞赏。你说的对，你这弟子确实给你长脸。而令人意外的是，对于牛鼻子对楚风的夸赞，司马相图竟然也是给予了认同。且说话间，他也是再度看向楚风。楚风啊，楚风，真有你的！若不是妖城提前告诉了我，你领悟到了掌控我这大军的方法，让我逼你们现身，可能我亲手打造的大军还真要为你所用啊。不过可惜，还是老夫技高一招，但老夫很高兴，因为有你这样的天才在，老夫想不成功都是不行。司马相图的声音充斥着嘲讽性，且此话落下，他手臂微微挥动，他之前关押牛鼻子老道的牢笼已是打开。他并没有打算杀掉楚风，而是打算先将楚风等人关起来。之所以不杀，自然不是舍不得，而是他想要将楚风以仙人鼎来炼化，因为在他眼中，楚风和牛鼻子可比那数万修武者还要重要的多，他们师徒才是这次炼化的重中之重。等一下，可就在此时，忽然一道声音响起，顺声观望，只见两道身影站在虚空的不远处，其中一个人楚风认识，乃是江空平。看到此时的江空平，楚风就知道自己在江空平身上布下的大阵已经被解除了。但是楚风只看了江空平一眼，便将目光投向了江空平身旁的人，因为刚刚的声音便是来自于这个人，此人正是江元泰。楚风，就是你击败了我弟弟。江元泰看着楚风说道：是我绑你弟弟，是我做的，当日伤你弟弟的人也是我，若要报仇，你直接冲我来即可。楚风站稳身形，哪怕浑身是血，可却也没有一丝胆怯，倒是挺有骨气，直接承担了一切。是怕我伤害你的朋友吧？既然你如此义气，那我给你一个机会，你与我一战，只要你能胜我，你和你的朋友我都放你们离开。江元泰说道：元泰少爷，万万不可。听闻此话，司马相图赶忙开口相劝。楚风的手段他是清楚的，他可不希望江元泰与楚风交手。若是江元泰胜了倒也罢了，若是输了，那这道嘴的肥肉岂不是就要飞掉了？可谁曾想，司马相图这刚刚开口，江元泰便将那冷冽的目光投向了司马相图。你说什么？万万不可！我说的话需要你来否定。江元泰神色冰冷，语气更是充满威胁。虽然所有人都知道司马相图号令那强大的傀儡大军已是极为可怕，可在这一刻，人们感受到的竟然是那江元泰的气场完完全全的盖过了司马相图。元泰少爷，老夫病。司马相图还想解释，可他话没有说完，江元泰便猛然呵斥：你以为有了这样一堆木头大军就能与我单道仙宗抗衡了？听闻此话，司马相图也明显慌了。元泰少爷，我不是这个意思。司马相图说道：不是这个意思就闭嘴，你什么身份，敢在我说话的时候插嘴？江元泰冷漠地瞪了司马相图一眼，可以说是全然没有将司马相图放在眼里。这一幕令人大跌眼镜，人们倒不是觉得司马相图如何，而是那傀儡大军的力量实在太过可怕。司马相图身为那傀儡大军掌控者，无论怎么看都不敢被如此轻视和对待。可看着司马相图那唯唯诺诺的反应，也让人们意识到这位少爷的厉害。但仔细想想也能理解，傀儡大军固然厉害，可也只是对于他们而言，未必就真的能入丹道仙宗的法眼。转眼间，这方天地的主宰似乎已经换了人，不是司马相图，也不是姜太白，而是这位江元泰。此时，江元泰再度看向楚风，打量的同时，目光竟有着几分轻蔑。其实，我要与你一战，并非为我弟弟报仇，是我得到了一个预言，说我丹道仙宗在这东域做的事会被阻止，而那预言的预示中，能阻止此事的人便是你。最可笑的是，那预言中我竟被你击败，可无论怎么看，你都不可能是我的对手。所以今日我就是要逆天而为，我要让所有人都清楚，就算预言乃是天意，可当遇到绝对的实力，也可逆天改命。楚风，今日你本步入绝路，可本少爷给你一次机会，若能胜我，放你离去；而你可敢与我一战，既已是绝路，又有何可惧？我只希望你能说话算话，若我胜了，便请你放了我师尊他们。楚风说道。当然，只是楚风，你觉得你有胜算吗？江元泰微微一笑，其周身便散发出耀眼光华，那是结界之力。这结界之力没有形成任何结界，可却让九魂天河之人大为吃惊，因为那结界之力散发着恐怖的威势，那是堪比九品武尊的战力。他乃龙变九重界灵师。突然，天地震荡，原来是有一股强大的武力自江元泰体内释放而出，那是八品武尊的修为。可很快，江元泰的身上释放出神圣的气焰，在那气焰加持之下，其修为从八品武尊境提升到了九品武尊境，气焰再度变化，气息再度攀升。虽修为仍是九品武尊，可是他的战力却已然远远超出了寻常的九品武尊。八品武尊可提升2重修为，同时又是龙变九重界灵师。江元泰乃是结界与修武都达到了九品武尊巅峰的男人，这便是来自丹道仙宗的天才。尽管早就知道丹道仙宗那等庞然大物眼中东域一切都不值一提，可当真正感受到了丹道仙宗顶级天才的实力后，九魂天河众修武者仍是感到震撼。这差距宛如不可跨越之鸿沟，让他们望而生畏。看着到江元泰展现的实力，就连原本紧张的司马相图也是松了一口气。楚风虽然有手段，可是除非楚风修为提升，否则无论怎么看，楚风都不可能战胜这样的江元泰。事实上，此时楚风也是眉头紧锁。若江元泰的修为只是能够达到九品武尊，楚风还可以凭借九重天雷斩的第2斩试着将其击败。可是江元泰此时的状态，实际上是在九品武尊的修为上又提升了1重战力。这样的江元泰
就算九重天雷斩的第二斩，也根本无法将其击败。尽管楚风的实力已是东域小辈之巅峰，可这江元泰却也的确是楚风无法战胜的同辈之人。别慌，正常来说，你的确无法胜我，但今日我就给你机会，咱们换一种比试方法。江元泰说道。是何方法？楚风问道。你真实修为是何境界？江元泰问道。四品武尊。楚风说道。江元泰轻蔑一笑，笑容之中尽是讽刺之意，同时看了江空平一眼，那眼神就好像在说没用的东西，居然被一个四品武尊击败。面对哥哥讽刺的目光，江空平则是摊开手耸了耸肩，虽然什么都没说，可他的动作却在告诉他哥，可莫要轻视这个楚风。而江元泰则是不以为然，再度看向楚风。行，我将修为压制在四品武尊境，你我二人等一下交手，不可使用武技，不可使用秘技，也不可提升修为，就比拼修武者最原始的战斗手段。江元泰说道。你要与我赤手空拳的交手？楚风问道。倒也不是。江元泰摇了摇头，随后手掌摸向乾坤袋，紧接着手臂一扬，一个木匣脱手而出，悬于半空之上。木匣自动打开，只见木匣之中竟摆放着18种兵器，这些兵器都是木头打造而成，不蕴含一丝战力。可别看是木头打造而成，但个个坚固无比，它们的坚固程度恐怕半神之下无人能够将它们摧毁。这其实是至宝，只不过是比较特别的至宝。江元泰探手一抓，一杆木头长枪便飞入他的手中。这里的兵刃，你随便挑选一件。江元泰对楚风说道。你真的要这样与我比？若是这样，对你而言可就不公平了。楚风说道。当然不公平，若是正常对决，我意念之间便可取你狗命，但我要你输得心服口服，也要让你们九魂天合的人输得心服口服。江元泰说道。楚风原本对这江元泰印象还行，毕竟他的出现倒是让楚风看到了机会，可是那句狗命让楚风意识到这江元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人。江元泰只是想要借此机会展示自己，可并非真的要给楚风机会。很可能就算楚风胜了他也不会真正的放楚风等人离开，但楚风还是打算试一试，想要搏一个概率很低的机会。于是楚风探手一抓，一把木质长剑落在了楚风手中。长剑在手，楚风更加确定这兵刃的确没有任何战力加成，它就像是一个艺术品或者珍藏品，但并不像是修武者的兵器。可是它的确坚不可摧，若抛开修为战力不谈，对于普通而言，它也的确可以作为兵器使用。选好了，选好了，可不换？江元泰问道。就它了。楚风说道。好。江元泰话落之际，探手一抓，那些兵刃连同收藏兵刃的箱子全部回到了他手中。而此时江元泰的结界之力消散，气息也开始减弱，不断倒退之下，他的修为最终来到了四品武尊境。他竟真的将修为压制到了四品武尊。元泰少爷，司马相图欲要开口，因为在他看来，若是正常交战倒也罢了，可是江元泰竟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而楚风有何手段，他是清楚的。在他看来，江元泰此举简直就是找死啊！闭嘴，再多说半句便终止我们的合作。可司马相图话未说出，江元泰便冷声怒斥，随后手握长枪看向楚风。我再声明一次，不可使用武技、秘技，也不可使用特殊兵刃，就用最原始的手段和各自的战力来交手，直到一方认输或者一方丧失战力为止。你若敢违规，我便立刻恢复修为，将你斩杀于此。江元泰对楚风说道。好。楚风点了点头。你可做好准备？江元泰又问道。随时奉陪。楚风说道。倒是挺有自信，那我倒是要看看你到底有几分几两。话音刚落，江元泰手持长枪便向楚风冲了过去，其速度之快，转眼间便来到了楚风近前。嗖，空气撕裂，江元泰手中的长枪已是对着楚风的心脏刺了过来。这一枪可谓快准狠，力道更是十足。在场的高手只看他这一招就很清楚，江元泰虽将修为压制到了四品武尊境，可是他的战力却是在四品武尊境的最顶端。可以这样说，若是不用武技或者秘技，又或是至宝等手段，寻常的四品武尊，无论是小一辈还是老一辈，都根本无法挡下这看似寻常的一击。不因别的，只因江元泰的战力实在太强。而面对江元泰这样的攻击，楚风也是不敢怠慢，脚步后移，随后随之身形一转，便躲过了这迎面一枪。楚风没有正面对决，而是选择闪避。哼！可谁曾想，一枪落空，江元泰不仅不慌，反而冷哼一声，只见那手中的枪身一抖，便向楚风横扫而去。如此距离之下，如此大的攻击面积，再加上江元泰的战力，楚风已是避无可避。可楚风却像是提前预料到了这一场面，在那长枪即将扫中楚风身躯之际，楚风手中的长剑已是拦在了长枪之前。虽是木质兵刃，可是两者相撞，不仅传来刺耳轰鸣，更是掀起磅礴涟漪，于虚空四散。而这一击之下，楚风更是难以稳住身形，直接倒飞了出去。楚风见此一幕，王玉贤、道海仙姑、怨神婆婆等人皆是面露忧色，因为他们注意到这正面交锋，楚风不仅被击退，那握住木剑的手臂竟也在微微颤抖。尽管楚风很快便稳住了自己的手臂，那颤抖也是一闪而逝，可这还是被他们这些高手捕捉到了。只是比拼战力，向来同辈无敌的楚风竟然落入了下风。可楚风刚刚稳住身形之际，那江元泰已是手持长枪再度攻了过来，楚风再度闪躲，而江元泰则再度进攻。如上次一样，楚风虽躲开了第一击，可当距离拉近，反应时间有限后，他却无法躲开江元泰的第二击，只能以手中长剑来挡。又是一声刺耳的轰鸣，又是一道汹涌的涟漪于司空肆虐，而楚风也又一次击飞而去。但这一次，楚风那握住长剑之手抖得更为明显。喂，
这九魂天河的小鬼，你的手抖什么啊？连剑都握不稳吗？阵阵嘲讽的声音响起，乃是丹道仙宗的那些人。尽管楚风很快便控制住了自己的手，但还是被丹道仙宗这些人发现了。这也正常，毕竟这些人基本都是武尊巅峰，甚至还有半神境，以他们的修为，自然能够看清楚风二人的所有交战细节。我可不是九魂天河的，小爷是祖武天河的。楚风冷哼一声，就像是表明了他要反击。而事实上，楚风话落之后，也的确开始了反击。他手持长剑，向江元泰反扑而去。见状，江元泰则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静候楚风到来。他的脸上不仅挂满着不屑，更是有着极度的自信，仿佛他知道他已是若于不败之地。虽是木剑，可当楚风此剑刺出，仍是掀起了滔天寒意。这小子，这一刻，丹道仙宗的所有人都意识到，楚风其实不容小觑。只是这一剑的威势，便是寻常四品武尊的小辈所不可能做到的。虽是比拼最原始的战力，可毋庸置疑，楚风也是一个近战的高手。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就是这连丹道仙宗的人都感到惊叹的一剑，江元泰却是躲都不躲。只见手中长枪提起，对着楚风那长剑便是一拨。涟漪肆虐之际，楚风那刺来的长剑竟就这样被其拨开。事实上，被拨开的不仅是长剑，还有楚风这个人，而江元泰却是纹丝未动。好厉害！只是短暂的交手，便让九魂天河的众高手眉头紧锁。哪怕怨神婆婆、道海仙姑等人明知道楚风很强，可看着江元泰，心中却也没了底。都是修武者，他们能够感受到江元泰的实力的确极强。至少眼下来看，哪怕是楚风与江元泰相比，也是有着极大的差距。没了武技，你就这点本事？江元泰讽刺地看着楚风，那是强者对弱者的审视。面对这种审视，楚风剑眉倒竖，眼中也是涌现出了明显的怒火，寒气逼人。楚风再度一剑刺了过来，可能是怒意加成，这一剑比先前更快，也更凶。可只见江元泰手中长枪一扫，不仅再度将楚风攻来，长剑横扫而出。这一次楚风飞出的距离比先前更远。没劲，短暂的交手让江元泰意识到楚风与他的差距极大，也让他失去了与楚风继续耗下去的耐心。只见其将楚风击飞的那一刻，脚步向前一踏，快速的向楚风冲了过去。他想要结束这场无聊的战斗了。他速度很快，几乎在楚风刚刚稳住身形之际，便已然来到了楚风近前。然而就在他已然发动进攻之际，楚风手中的长剑忽然对他劈砍而来。这一剑非常之快，比先前要快得多。江元泰瞳孔一缩，不敢怠慢，那已经攻出的长枪只得向回收来。好在这一剑劈下之前，还是将长枪挡在了头顶。两兵相撞，可这一剑却沉重无比，江元泰竟难以挡下。他吃惊地看着自己手中长枪下落，吃惊地看着楚风的长剑向自己肉身逼近，直到皮开肉绽，鲜血喷涌。楚风那长剑已是看在了江元泰的肩膀之上。实际上，幸亏是有长枪阻挡，改变了这一劈砍的轨道。如若不然，这一剑可就要落在江元泰的脑袋上了。见此一幕，丹道仙宗众人大跌眼镜，没有想到楚风竟能够伤到江元泰，这家伙故意隐藏了战力，真他娘的卑鄙！但很快一阵怒骂响起，他们都明白为何会如此，是楚风隐藏了战力，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他都所隐藏，就是要让江元泰大意，失去防备，从而突然来这么一击，甚至就连他的手抖都是装的。枪！江元泰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长枪一甩，将楚风此剑弹开，身形便向后退去。他是想摆脱战圈，调整一下自己，再继续与楚风交战。可他刚刚后退，楚风的长剑便紧随而来。此时的楚风眼中已经没有了怒火，只有冰冷。看着这样的楚风，江元泰似乎明白为何江空平会败了。之前的一切都是装的，现在的楚风才是真正的楚风。他不可能轻易的放过江元泰，既然已经展露实力，他就要一鼓作气，把江元泰逼入绝境，从而将其击败。这样倒是有趣。可谁曾想，面对咄咄逼人的楚风，江元泰不仅不怒，反而在其脸上扬起一抹笑容。只是那笑容却是如此的危险。只见江元泰猛然止住后退的步伐，随后手中长枪再度出击。下一刻，无数道枪印浮现而出，密密麻麻的向楚风反攻而去。楚风的攻势不仅被挡下，反而被开始遭受连续反攻。这种情况下，楚风身形闪避的同时，还需用长剑不停的格挡。原本占据优势的他，再度落入了劣势，并且这一次劣势的非常明显。怎么会有人将兵刃施展到这种地步？看到江元泰此时的进攻，怨神婆婆也忍不住发呼惊呼，同时更是深深的为楚风捏了一把冷汗。不是楚风弱，而是此时江元泰展现出的攻势实在太强。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一个小辈能够施展出这样的攻势。不止小辈，哪怕老一辈之中，他也没见有人能将兵刃施展到这种地步。实际上，就算换作是他，把修为压制到4品5尊境，也绝不可能是江元泰的对手，甚至他可能还不如楚风。实际上，他根本就想不到有谁能够在同等修为之下，只凭兵刃战胜这样的江元泰。终于认真了吗？而相比于惊讶不已的其他人，江空平则是淡淡一笑。对此他毫不意外，因为他很了解他的哥哥江元泰，从小喜爱兵刃，兵刃之中最爱长枪，10岁开始更是除了长枪之外不用其他兵刃。为此，他父亲更是花重金为江元泰找来了一本名为三魂霸王枪的技法。而这三魂霸王枪修炼难度极高，1魂提力，2魂提速，3魂力速合二为一，可布枪阵。江元泰花费了足足40年的时间，将这三魂霸王枪修炼至第3重。
而后又花费20年时间进行巩固，足足60年，他早已将这三魂霸王枪修炼到了极致。自此之后，这样的对决时常发生，这是属于姜元泰独特的对决方式。修为压制到同等境界之后，不可提升修为，不可使用武技，不可使用至宝，只能用兵刃交手。这看似极为公平的对决，却使得姜元泰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对于花费60年时间将三魂霸王枪修炼到了极致的他而言，这样的对决方式他不可能败。这看似公平的对决，对于姜元泰的对手而言，其实极不公平，因为没有人会花费这么长的时间对一种兵器的使用来下如此功夫，尤其是小辈更是不会。毕竟小辈年岁乃是领悟力最强阶段，也是修武一途的起势期。这个时期修为不断增强，而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武技等着修炼，修炼新的武技都修炼不过来，自然不会耗费太长时间在一种兵器的使用上，而耗费太多时间。可偏偏姜元泰就是这样一个异类，风声如暴雨一般在楚风四面八方响起，实际上每一道风声都伴随一道长枪向楚风刺来。那明明是一杆长枪，可是眼下在姜元泰的施展下，俨然化作了千军万马，将楚风团团包围。楚风明明已然不再有所隐藏，而是施展出了全力，将他这么多年累积来的战斗经验全部用了上来。可面对姜元泰这样的攻势，楚风仍是感觉颇为吃力，因为楚风并不知道姜元泰的攻势可不是寻常的攻势，这乃是三魂霸王枪的第3阶段枪阵。可这样持续攻击之下，却也未能将楚风的防守攻破。渐渐的，单到仙宗的人则是不淡定了。正常来说，三魂霸王枪已经施展到这种阶段，应该毫无悬念的取胜了才对。可实际上，哪怕三魂霸王枪的枪阵也是未能胜过楚风，甚至未能真正的伤到楚风。这楚风莫非也修炼了剑法不成？不对，他虽然防守的顽固，可更像是下意识的防守，而并非是特别的剑法。这楚风的反应怎会如此之快？难道他真的是还要在2位少爷之上的天才？姜太白也一直盯着2人的对决，身为半神境的他，无论是楚风还是姜元泰的招式，在他的眼中皆是如同慢动作一般。可正因看得太过清楚，他才能感觉到楚风的厉害。元泰少爷，速战速决。于是一道暗中传音自姜太白口中传出，映入姜元泰耳帘。因为姜太白发现楚风正在渐渐适应姜元泰的攻势，从一开始的慌乱无措，纯靠本能的阻挡，到现在已是开始渐渐得心应手。这样下去，他是会破掉姜元泰的枪阵的。尽管姜太白不愿接受，可他不得不承认，这楚风乃是一个修炼奇才，并且实战经验极为丰富，丰富到他这个老一辈都是自叹不如。实际上，不用姜太白提醒，姜元泰也是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其实并没有保留，而是施展全力在攻击楚风。可是他就是攻不下来，我就不信。忽然，姜元泰的眼中涌现出一抹别样的狠色。很快，姜元泰的枪法变得更快更强，那枪阵变得更为凶猛，当真宛如千军万马，将楚风围在了当中，且同时对楚风发动进攻。该死，他竟未施展全力。当姜元泰的攻势变强之后，原本已经防御的得心应手，开始准备找寻其破绽的楚风再度变得手忙脚乱起来，甚至稍有不注意，那长枪还会擦破他的身躯。转眼间，楚风的身上已是出现多道血淋淋的伤口，虽然并不致命，可那伤口也是触目惊心。不是楚风太弱，而是姜元泰变得更强了，比之先前强的不止一星半点。尽管自己已经难以支撑，可楚风却依旧没有慌乱，反而目光如炬，集中全部精神来进行阻挡。他很清楚，越是这种时刻，越是要全力以赴，全力以赴还有一线生机，如若不然等待他的便只有失败。可姜元泰的速度太快了，力道也变得更强，力道强到楚风这种战力才能勉强阻挡，而那速度快到楚风都是有所不及，只能凭借自身的感应力以及以往的战斗经验来提前预判姜元泰的攻势。但这样根本不是长久之计，这只是勉强应对，可他迟早要败。但偏偏不能施展武技、秘技等其他手段的情况下，这已是楚风的极限，他已是没有任何办法。难道我楚风就要败在这里？不，我不能输，我绝不能输。楚风十分不甘，这种不甘让他变得更加清醒，专注力也更加的强。与此同时，这么多年所经历的厮杀也快速的在楚风脑海之中浮现。既然现有的手段无法胜他，那就让我来创造出新的手段。忽然，楚风的双眼变得格外明亮，一边抵挡姜元泰的进攻，一边开始认真观察姜元泰的攻势，同时大脑也开始快速的思考。这种情况之下，楚风的防御力自然为之下降，于是楚风身上的伤也是越来越多。尽管伤势逐渐加重，可楚风的目光却变得更加凌厉，他没有丝毫退缩，反而在不断加强战胜姜元泰的决心。眼见着楚风伤势越来越重，就连速度和防御力都随之减弱，不明真相的姜太白脸上露出了一抹安心的笑容。他觉得楚风已是强弩之末，这样下去楚风必败无疑。师尊，怎么办？眼见着楚风身上伤痕越来越多，王玉贤求助性的看向道海仙姑，乐乐，现在只能靠楚风他自己了。可是道海仙姑的眼中也同样满是担忧，但也同时充满无力。他们想帮楚风，但却是有心无力。只要敢出手帮忙，就等于是打破了公平的对决规矩。莫说楚风立刻会被判定为失败，他们也都别想活下去。可突然，楚风原本不停防守的剑势突然发生了变化，他竟由手转攻，向姜元泰反刺过去。这一剑出其不意，竟让姜元泰连连后退。若不是及时稳住身形，他这枪阵都差点被破。